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南海靠着几根竹钓竿钓上来3条巨型鲶鱼。照理是在早上，自强已经来到了一段水面平静的湖湾前，顺着土坡下到岸边。昨天他钓鲶鱼有点上瘾，这回肩上扛着杆子，打算换个方式再来搞一次，卸下背篓，从里头取出了带来的肉。他钓鲶鱼算得上经验丰富，总结起来就是用的饵料越新越好，所以他给钩上挂的看上去像是猪肺。这玩意没人吃，路过问肉贩要一些，一般都会给所有钩上挂好了饵。自强展开鱼线，还是按照他自己的思路，在绳子中段位置缠绕进去了一个空瓶子。这个瓶子的作用可不小，既可当作浮漂，又能防止鱼竿被拖入水中，是他根据前几次成功的钓鱼经验总结出来的方法。这回他准备的钓竿不多，一共也就6、7条的样子。远远地抛下饵，将竹竿狠狠地插进泥土里，本就是轻飘飘的东西，再不固定牢固，真会被咬饵的鱼拽走。正当他在布置第2根鱼竿的时候，天空飘起了淅淅沥沥的雨，一开始还不大，不多时雨滴就密集了起来。看样子他得加快点动作，间隔开来，一次安放完所有鱼竿。这场雨让他没法在这看守这些鱼竿了，还是赶紧回家为妙。时间来到下午，这时雨已经停了，而随着水面一沉一浮的瓶子表明，自强的功夫没有白费。看这架势，应该有上了好几条鱼。他也回到了这里，下到岸边，他发现经过这场雨，湖面明显上升了一些。提着这袋子饵料，他打算从一端开始收起，拉起杆子，这手感就不对，不用看就知道没有中鱼。不过他还得检查下饵有没有被吃掉。对于这种鱼没钓到饵却没了的情况，应该就是给小鱼啄食走了。谁让自强用的钓钩和饵都非常大，只有凶猛的大鱼一口吞下才能被挂住。还好第2根竿没有让他失望，拖出来有条不小的鲶鱼。本想着提起来看看，可能是鱼嘴里的钩扯的他有些疼，一个扑腾又掉回了草里。算了，还是赶紧取来网兜收到里面去要紧。接下来又是一个空竿，而且饵都还在，直接抛回到水里。显然这条线有点不一般，从拖拽的手感上来判断就不一样。拽了阵又松开了手上的线，尝试着再溜它一会，避免鱼儿挣扎起来脱了钩。从这水旋不难看出这鱼不小啊，只好和它斗智斗勇起来。花了些时间才敢把它拖上岸，果然是条巨物，怕不是有几10斤重。自强为了保险起见，直接把它装到了背篓里。这鱼吃饵太狠，鱼钩深深地嵌在了嘴里，解了半天也没能取下来，只好用柴刀将线割去。考虑到万一这条鱼还能蹦跶，这里离水太近，还是放到里面点比较靠谱。重新给剩下的2个钩上好饵，布置回去后，自强带着这袋子饵和鱼护来到了下一处，结果没有货，只剩下最后一竿，拉起来一条，顺利收进鱼护之中。今天的收获已经够可以，单单那条巨型鲶鱼就能卖不少钱。自强把袋中的鱼一起放进背篓里，背起这筐沉甸甸的收获，他也该离开这里。一路来到村子里，依然是在老位之前停下，先是倒出了装在背篓里的鱼，可以看到这条是真的大，抬起来估计和自强差不多长了，和那2条正常大小的相比，有种爸爸和儿子的区别。刚整理完这几条鱼，2位骑着摩托路过的大哥看到有这么大一条鲶鱼，顿时眼前一亮，打算将它买走，商量好价格，连称也不用称，直接提在手上。毕竟这么大袋子装不下，光这一条鱼就卖了60万，真的发财了。大哥们坐上摩托，前排还挂着几袋子菜，应该是买回去晚上搞大餐了。
接下来轮到了大妈出场，她已经是自强的 VIP 金牌客户，每每都来照顾生意，对她是真的好。等了一阵子，最后一条鱼卖给了一位骑车路过的小哥。今天又是大丰收的一天，他打算路上买些好吃的，回家好好犒劳下自己。男孩给自己的新住所安排了茅坑，顺道用竹子制作了一个水槽。这天一大早，刚下过一场雨，山间还是雾蒙蒙的。自强今天不打算出门，准备在家搞建设。虽然这里是荒郊野外，平时上厕所随便找个地方就能解决，但这样既不卫生也不文明。他还是打算和上次一样，在屋子边上搭建一个茅厕出来，用到的材料当然还是竹子，毕竟处理起来比木料要简单许多。只见他劈砍了一堆竹片出来，转身提起锄头，来到了不远处的空地上。这里之前就有被他处理过一遍，较大的灌木已经不见。自强挥起柴刀，又将地上的杂草剁了一遍，接着拿起锄头开挖。这里本就是坡地，加上本身的土质还算松散，花了一些时间挖出了一个半米见方的坑，不仅是大小，在深度方面也比上次的要深，算得上是放大版。继续挖下去，底下由泥土转变成了黄泥块。自强没有停下，达到他预期的深度后，才换上了铲子，将四周侧壁铲至平整。继续在4个角落挖了4个基坑，顺带刨出了安放基做的凹槽，一个不小心还滑了下去，吓了他一跳。还好这个坑不深，拿起一旁准备好的竹筒，安放进凹槽之中，契合的同时与地面也是齐平。作为一个茅坑，这么大当然是不行的，万一里面存满了或再掉下去，那画面太美，不敢想象。所以还需要在上面铺上一层竹板，只留出一个小小的洞口。体验了下，感觉还不错。自强重新拿起锄头，将挖出来的土覆盖到了竹板上面。这样做可以保护竹板不被踩散，更是为了到时候里面的臭味不会从缝隙里飘出来。一顿忙活，之前挖的基坑也连带着被埋了回去，只好重新开挖。这几根粗大的竹竿就是茅房的立柱，只是简单的搭个可以遮风挡雨的棚子就行，所以并不需要多高。可以看到它也是因地制宜，根据坡地的斜度，将竹竿设置成一边高一边低的状态，加上横梁之后看得更加明显。在当地特别是雨季，下雨的时间非常多，斜面的屋顶能很好的保证雨水滑落，用竹篾将船子一一捆扎牢固。刚还是阴天，这回又飘起了毛毛雨，不过这并不能影响自强的搭建进度，很快就绑好了各个交界处，接着放上竹片作为檩条，同样捆扎一遍，再盖上一层新鲜采摘的棕榈叶。和竹屋不同，自强并没有选择一片片覆盖的方式，而是直接一股脑扑了上去，靠着2根粗大的树干压住，也能达到一样的防雨效果。墙面他打算一并完成，还是按照老方法，在开好的槽口里插入竹片作为龙骨，接着交错着卡入竹片，这样做出来的墙面既美观又结实。不多时，他构筑起3面半墙面，剩下的半面安上早已制作好的简易门板，开关试了下没有问题。自强带着工具放回了墙角，在台子上洗了把手。他想起来前几天收集来的大竹筒，正好趁着这个机会给它改造一番，可以当做水槽来用。挥动柴刀砍向这节老竹子，这么大一节，可想而知，这棵竹子应该生长了有许多年，所以材质梆硬，砍上去都留不下什么痕迹。好在自强的耐心一向来比较足，在2端开出2道槽后，又沿着2侧分别劈开，轻轻一撬，就给整个竹筒掀开了个盖子，修整掉边上的毛刺，再把中间的竹节除去，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水槽。接了点水稍微清洗一下，
回到屋子内，取出平时接水用的竹勺子，接上一勺，浅浅地喝了一口，又从水槽里舀了一些，倒在靴子上，准备把鞋和脚都洗一洗。要我说，这个煮水槽还不如去街上买个水桶来的实用。至今自强赚的钱还没怎么花过，不知道他存着这些钱作何打算，也许在他心中有更需要的地方在等着他们。男孩在稻田里又是抓鳖又是抓鱼，简直不要太快乐。距离上次搭完茅厕已经过去了好几天，照理是在一早，自强起来洗了把脸。自从弄了这个水槽，洗漱确实方便了许多，他也在这几日里抽空去理了个发，现在看上去精神了一些。回到屋内，背起背篓，他准备去外面碰碰运气，穿过稻田，本打算去离这不远的小河边看看，却不料一低头发现已被收割的稻田中居然还藏着鱼，而且还不止一条。有这样的好事，还去什么河边？直接卸下背篓，将这2条鱼装进网兜中，先看了眼远处，这鱼可不单单这几条，可以看到有一条小水沟从稻田中缓缓流过，鱼都是从上游跑来的，正好便宜了自强，浅浅的水一抓一个准，真的是太爽了。不过稻田里泥泞的环境却给他造成了不小的麻烦，深陷进去后，靴子可不是那么轻易能拔出来，最后还是把脚伸出才用手拽了出来，每走一步都是这样，干脆还是把胶鞋先留在这里，这样反而走起来利索了许多。只要是看到了，自强都不会放过，无论是大还是小。来到上游这里，有一个由水流冲刷出来的小水潭，不用说肯定有鱼，一顿摸索，一条黑鱼如同离弦之箭般冲了出来。可惜外界不是更加宽广的水域，而是绝路，被自强轻松抓起，塞入袋中。虽已看不清潭里的情况，但凭着直觉，他判断里面一定还有鱼，但灵活的鱼加上浑浊的水，让他实在难以抓到，只好先放弃。自强打算去别处看看，翻过田埂，这里同样有水流倾注而下，可也有一样的问题，那就是水太深了，鱼不太好抓。不过他马上发现了别的动静，走到近处却是一脚踩到了什么东西，吓了他一跳，一点点翻开淤泥，将它从底下挖了出来。看样子是一只好大的甲鱼，自强也不怕被咬，一次次试探着将它抓起，尝试了多次，每次都被锋利的爪子挠得缩起手。浑浊起来的水已经看不清水底的情况，但这回自强没有放弃，愣是靠着瞎摸，将这只大甲鱼甩进了泥地里。这么大的野生甲鱼，即便是在越南也同样价值不菲，看来今天又可以小赚一笔。收好这只鳖，自强回到这个水潭里，再次摸了一阵，应该是没有货了。他开始转而拔起了田埂旁的稻竿，这可不是瞎搞，找的是那些爱打洞的鱼，特别是边上有洞的更不能放过。找了一圈，可惜好像鱼儿不在家。紧接着来到下一处，刚拔开一株就抓到了一条，然而边上居然还有，这些鱼都躲到一个洞里去了，便宜了自强，让他一锅端了。别看被泥巴染得黑漆漆的，个头都还不小，这让他手上的动作都不由快了几分。确认没有了后，他快速来到了别处，找起了泥地中可能存在的洞。不远处成群的村民收完稻子准备离开，还有些仍在忙碌。自强孜孜不倦地继续找着鱼，这回又收了好几条进到袋子里。其实这片田里洞是有不少的，就是往往里面的鱼已经不知道溜到了哪里去。东挖西找，只抓到了条小鱼，本以为就这样算了，还好自强没有放弃，又扒开一株稻杆后，给他摸到了条大鱼，躲得可够深的。他自是不愿意出来，奈何自强一双铁手钳住了他，顺利收入网兜之中。这种鱼都是一窝一窝的，接连又在里面摸出了好几条。带着这袋子鱼，自强转换了下阵地，他发现这片烂泥滩好像不错，果然在这发现了一个洞，扒拉开表层的泥土，底下的东西让他一洗，使劲给他拽出来，又是一只大甲鱼。看来今天是真的发财了。赶紧收进袋中，怀着期待的心情往里寻找了几下，可惜这种好事不能常有。提起这袋子沉重的收获，自强打算离开，
来到水渠里，想泼点水把鱼洗得干净一些，但这样好像有点太慢。转头看到不远处有个较深的水塘，干脆去那好了。今天在泥地里抓鱼，虽然弄得浑身都是泥，但快乐是真的快乐，在城市的孩子是体会不到这种乐趣的。随便洗了个大概，自强把这袋子鱼放到了背篓里，穿梭回来时的地点，找回一开始丢在这的胶鞋，回到田埂上穿好。他大踏步地向着家里走去。等他再次出现，已经来到了街上，身上的脏衣服已全部换下。村民们在街边忙着晾晒刚收回来的早稻。自强在成片的稻谷中找到了老位置，一股脑倒出了袋中的鱼货。回趟家加上来回的时间，这些鱼看上去已经凉透，两只甲鱼倒是顽强得很，扒拉着四肢想要翻过来，给它翻了个身，两只鳖都不老实了起来，一拱一拱的想要逃跑。自强拍了拍鳖甲，另一只伸着头，还有点怕被咬，只好重新从背篓里取出网兜，小心地将两只鳖装了回去。这边还在整理，第一位顾客已经赶来，他扫了眼摊位上的所有货，无疑这两只甲鱼是最抢眼的存在。大哥直接挑了一只买走，单单这一只就卖了38万，开局就小赚一笔。接着骑着电驴的小哥来到了摊位前，这位也是老顾客，经常来买自强的货，一下子称走了2公斤，又收获了12万。这时太阳快要落山，村民们纷纷收起了晒着的稻谷，倒进电动鼓风车里山吊空壳与杂物。自强看得入迷，对门的大哥过来喊了一声，他才回过神来。大哥也是一眼就瞧中了这只大鳖，称过后递给了自强50万。趁着自强找钱的功夫，他挑起了地上的鱼，但自强找回来了钱，他想想就作罢了。要是自强能推销几句，说不定还能再多买些走。继续等了一阵子，太阳的余晖已经隐没到了群山之中。这时走过来位阿姨，看他摊位上的鱼也不多了，干脆全部称走。卖完了鱼，自强也该回家了。今天的这些货足足卖了100多万，要是天天都有这样的收获该有多好。男孩在好心大叔的帮助下获得了一袋子野生蜂蜜，拿到街上卖给了附近村民。这天上午，自强从屋子里出来，由于最近天气变得炎热，知了在宣泄着无处可去的经历，高亢的叫声不绝于耳。一段时间之后，他来到了离村子不远的山林之中，刚拐过一个弯，发现大树上好像有什么东西，跑到远处仔细端详了一阵，原来是有个大大的蜂巢挂在了树干上，这要是能搞下来又能卖不少钱。于是他爬上土坡，快速穿过树丛，来到了这棵大树底下。自强也没想到是有这么粗，凭他小小的手臂都抱不拢，尝试了下攀爬，更是无处借力。这种情况明显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，望了眼四周也没有合适的工具，这要怎么办呢？摸着小脑袋瓜子思考了下，他觉得还不如去村子里找个大人来采，到时候多少分一些给他就可以，毕竟现在干瞪眼的状态什么都得不到。回到路上辨认了下方向，他向着山下快步跑去。而这时山道上走来了一位大叔，正在四处张望着什么。这位大叔正是一位专业的采蜂人，这回也是在寻找野蜂的踪迹。自强下到半山坡，远远地瞧见了他，他认得这个人，正是准备回村子里要找的人之一，赶紧向他奔去。见面后，自强直接说明了来意，指了指山上说那里有个老大的蜂巢，可以带他过去。一路比划着，两人来到了自强发现蜂巢的位置，继续往上走去。在这棵树脚下才将这个大蜂巢看得清清楚楚，大叔也不由得感叹了句，确实很大。他吩咐自强去弄些柴火回来，帮忙打下手，自己则来到一旁，卸下背包，从里头拿出了柴刀，钻进了一旁的树丛之中。等到自强收集回来一堆柴火，大叔也带了一根长竹竿回来，一路艰难地穿过树丛，将它靠在了大树上，而后用藤条把它绑在了树干上。可以看到这根竹子上还留着半截竹枝，正好可以当作踩脚的踏板。
爬上去一截，再次用藤条缠紧，这可关乎着自己的安全。大叔处理起来没有一丝马虎，这种梯子不得不说非常简单实用，正是当地劳动人民从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。随着整根竹子被捆扎牢固，大叔下到了树底下，从袋子中取出了专业熏蜜蜂用的特制草棒，递给了自强，叫他去点燃收集来的成堆柴火，自己则穿上了采蜂人专用的防护衣，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，眼睛和耳朵的位置都有纱网覆盖，既能保证看清东西，又能不被蜜蜂蛰伤。点着了火堆，大叔吩咐自强跑远一点，接下来看他的救星，背起自己的袋子，沿着竹梯子一点点往上爬去。不一会他已经上到了大树顶端，随着大叔也点着了一把草烟，熏得蜜蜂四处飞舞。自强见状赶紧跑得更远，免得被殃及鱼池，他只敢躲得远远的观看。赶跑了表面的蜜蜂，大叔拿出刀，一点点将蜂巢割下，收入到袋子中。一段时间之后，大叔收完了整个蜂巢，正在往下爬。自强发现没什么危险了，这才走了回来。大叔取下袋子给自强瞧了瞧，喊他还是去远点的地方保险一点。两人走出去好远，停在了路边的草地上。自强丢掉手头上用来保护自己的烟棒，大叔也在自强的帮助下脱掉了防护衣。在这种闷热的环境里，穿了这么久不透气的塑料外套，给大叔憋了一身汗。自强在一旁取出了大叔带下来的收获，首先是一袋子蜂巢，色如黄金，看起来品质非常不错。接下来还有一袋蜂蜜和少量的蜂巢。大叔接过蜂蜜，告诉自强这袋子是给他的，2袋的价值应该差不多。自强连忙道谢，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出多少力，这样的分配真的已经很照顾他了。两人各自收好一袋收获，自强帮助东西比较多的大叔一起整理好，这才背起背篓和大叔告了声别，向着村子走去。大叔则不然，他还要到山林里继续寻找蜂巢的踪迹。等自强到了街上，手里提了一袋空瓶子，待会可以用来装蜂蜜。这些瓶子都是他平时来回的路上捡的，这回刚好可以派上用场。依然是在大妈门前停下，迅速地取出这袋蜜。为了不手上沾上蜂蜜，他特意拿了塑料袋套在了手上。这边还在解开袋口，大妈靠了过来。对于自强能搞到这么多蜂蜜，也是啧啧称奇。看到这边的情况，决定回家取个脸盆出来给自强用。大妈帮着他摊开袋口，又接过塑料袋，打算一起把蜂巢中的蜜榨出来，泡在里面的蜂巢早已吸饱了蜂蜜，一挤就全部流了出来。挤干的蜂巢丢到脸盆中，在大妈的帮助下，很快处理完了所有的货，而且里面的杂质也捞了个干净。大妈拎起袋子，一口咬在了袋角上，这样再灌进瓶子里就简单了许多，放进脸盆之中灌，即使有流出来，到时候也可以再回收。灌完了所有瓶子，袋子里还剩下一点点，自强很干脆地送给了大妈。忙完了所有准备工作，他静静地等着顾客上门，好在没有让他多等。一位大哥靠了过来，摘了点蜂巢尝了下，他觉得这个味道没错，和他以前买过的野生蜂蜜一个味，挑来挑去，还是决定各买上1瓶。按照谈好的价格收了钱，又找回去一些，这一大一小2瓶卖了33万左右。大家说说是便宜了还是贵？这时大妈拿着钱走了出来，问自强买走1瓶小的，但给的钱却是要比卖价多一些，看来他是不想占之前拿走的那些蜂蜜的便宜。紧接着2位大哥过来买走了1瓶，一旁骑在小电驴上的大姐在边上看了一会，还是决定把这最后1瓶买走。剩下的这些干巴巴的蜂巢，自强不打算再卖，收拾起东西，背着背篓离开。刚没走几步，大妈出来叫住了他，原来是忘了还回去脸盆，索性连着里面的蜂巢一起送给了大妈。今天又是赚得盆满锅满的一天。